现在是半夜12点多，我们终于到成都了，累到崩溃。今天的飞机一路都是这样子飞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连。是魏魏。昨天立志要早一点出门，结果还是弄到今天11点多才到第一个地方。就我们可是2点半才洗完澡的2个人。这一次假期我们跑来成都玩，就听说成都是一个非常悠闲、步调慢的地方。对，我们就想来这边吃吃喝喝，轻松一下。然后今天一早我们找了附近很有名的一家炸酱面，因为它很吸引我，就是它是真的苍蝇馆子，它不是那种网红苍蝇馆子。我点的是招牌红油炸酱面，它刚上来的时候毫无杀伤力，因为是面上面有一团肉燥，你想要没什么嘛，然后老板就让你赶快拌开，他说这样才会比较香。然后再碗的底部就是很正宗的成都辣椒，成都的红油。它这一家其实不会很辣，就像老板刚才说的，我们家不太辣的。你如果要吃辣的话，我再帮你多加一点。人家以为你要吃超辣。对，然后我说不，给我最不辣的那一种就好。可是还是就是刚好在我接受的辣的边缘，因为它的辣其实不是辣到喉咙，完全是停留在口腔，而且麻大于辣，然后非常的香，就是让人着迷的那一种。我刚刚看到老板桌上那一桶红油，就直接说哦不要，我要清汤的，我要清汤的。你会死亡。然后它这个清汤面虽然说是清汤加上肉燥，但是我觉得非常有成都特色一点是它的汤口感带一点麻，所以你吃的每一口面都嘴巴会有一种花椒的那个香气，吃起来是真的完全不辣，你一点都不会有辣感。面体的部分呢，就是偏软，然后还是有一点点嚼劲，所以吃起来有一点口感，但却又不会特别弹牙，很适合早餐那种不太想咀嚼的时候吃。在这个环境，其实真的是让我有很回到高雄的感觉，因为我在高雄都很喜欢跟我们家人去吃那种路边摊的小店，那这个真的就是在马路边，旁边会有车阵穿梭。我们现在走到杜甫草堂里面，因为是假期的关系，里面其实蛮热闹的。真的，它这边应该是这种典雅，然后非常绿意盎然、很清幽的感觉。但因为假期嘛，总是人比花多。大家都来看杜甫以前住的地方，看能不能写出一首好诗。你来啊，你来啊！我给你7步成诗的机会，你来啊！我不要，我会流汗流死。现在走到杜甫草堂比较里面的地方，外面其实就是很多竹子跟草，就是看起来不怎么样。花园。对，但是你往里面走的话，其实走到一个叫千诗碑的地方，我觉得这边真的非常有杜甫草堂的气氛。就是廊道上全部都是各个朝代不同人的诗，然后它是原帖直接就是刻印的，刻印在木板上的，所以我觉得每一个诗搭配不一样的字体，就是你可以感受到不一样的感觉。感受它的那个力度，对，就是每个人的心态、心境就跟随着字体，还有它的内容都不一样。然后这里又有就是潺潺流水声，然后又很绿意盎然，我觉得这里真的蛮棒的。突然间让我有一种值回票价，想下一盘棋的感觉吗？那倒也没有。从千诗碑走一走，就走到了花径，才发现这里就是打卡热门景点，超多人在拍照，因为有红墙，还有很多竹子。我觉得如果没有人的话，拍起来的照片一定很美。走完整个花径之后，才发现这里就是传说中的花径不成缘客少的花径。真的好酷哦，有一种我接下来杜甫写诗的地方。那你会下一句吗？蓬门今始为君后。那你知道蓬门在哪里吗？走啊，去找啊。没有啦，我们要去吃饭，杜甫草堂也逛得差不多了。那我们就准备去吃饭啦。火锅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李雪火锅，一走过来就那种古筝的声音。还有很麻很辣的味道，真的，呼吸都有那种麻感。锅底有分成那种辣锅的，还有鸳鸯的。然后像我们这种不太吃辣的人，有一个很贴心的选项，叫做反鸳鸯，就是中间是辣锅的，这样我们可以外面白汤比较多一点。我们的菜品差不多上齐了，这个反鸳鸯锅真的很贴心，而且我刚才看到锅底费要48，觉得好贵哦。但它上来以后，我觉得值得，充满了各种的火锅料。真的，它整个外围都是白汤，然后有一些菌菇，然后里面是红到发亮的那种红油。我们刚才只是随便咬咬它，看它到底有多少辣椒，我们就已经被辣到快疯了。确定你要吃吗？会不会发生遗憾？来成都就是要吃辣。我刚才吃了一下还好，就是比较麻。急救病人。一入口
先是微微的呛辣感，瞬间会冲到鼻腔，然后马上就消掉了。接下来是麻，整个口腔都是花椒的那个麻感，然后在麻到快要消退的时候，第二波的麻跟最大一波的辣会一起爆出来。那个辣不是喉腔的辣，大概只辣到这里而已就停了，没有再下去了。但是你整个嘴巴会有一种喝了一口热水那种热辣感，整个嘴巴就充斥那个辣，不会到辣痛，其实蛮舒服，而且不断的有那种辣的香气在你的鼻腔里面循环，很舒服。但是我现在后进来有点开始流汗了。第一次听连连讲辣，对，但是真的辣的很好吃，我绝对没有这种不辣的这种事情。这个现炸的小酥肉，它一上来的时候油亮，然后那个面皮非常不规整，仔细一看是整颗的花椒粘在面衣上面。这也太狂野了吧！就是一整颗的花椒哎，但因为它炸过，所以吃起来其实没有那么呛的味道。然后呢，我刚才把酥肉拿进去红汤里面泡了泡，这种炸的东西还是比较吸汤吸油的，所以这个辣味就很直接，就跟连连刚才说的一样，直接冲到鼻腔。但是我可以接受的辣哎，就是上海的差不多，等一下它比较慢，上海的差不多中辣吧。我本身是内脏的爱好者啦，但是这边有一个内脏的不爱好者，现在发出了惊叹的叫声。你刚刚没有录到那声哦，发自内心的。因为我平常吃这种鸭肠、鹅肠，其实都是吃卤味那种味道比较重的。然后这个上来的时候，感觉它泡在一堆血水里面，我觉得很可怕。可是我刚刚涮了白汤吃以后，怎么把鹅肠吃出牛百叶的那种脆度，还有那种嫩度？新鲜啊！最招牌的千丝牛杂。谁刚才说它是干吃的？看错了吗？我要一口吃哦。咀嚼起来蛮 Q 的，然后它吸那个，我刚才这是纯涮辣汤，辣汤吸的刚好，不多不少，就不会那种有汁液溅出来，让你嘴巴都是辣味，好好吃哦，很有弹性，一直咬一直咬一直咬。这一家是成都牛杂火锅第1名哎，这算我第一餐成都的辣，这种辣味就会让你感觉很舒爽，很出汗，很能提食物的鲜香，不会让你觉得说就是那种口腔充满了那种烧烫的感觉，然后整个人就是很冒冷汗、不知所措这样。难怪人家说成都的辣是很过瘾的，真的有理解这个意思。没吃过真的是没办法理解为什么辣过瘾啊！你看像我现在有点稍微着迷了，一直把东西往辣汤里面送。吃饱饱？太饱了，东西太多了。麻辣锅真的是一个很需要气氛的东西，因为它会吃很久。我们大概吃了整整1个半小时，因为辣的东西真的没有办法吃太快。真的慢慢吃，然后一直配饮料。我们2个喝了3罐饮料吧。刚好这家店也在宽窄巷子附近，所以我们就去逛一逛吧。我们5·1这个假期来，然后刚好现在又是下午，可能吃饱饭大家散步的时候，超多人，体会到什么叫做被推着走，而且完全看不到两旁的东西，就是你只看到很多人这样。我觉得这里就是每个城市都会有的商业街，就是古老的建筑，然后花花草草，然后小吃，还有很多商店。不过确实它的建筑是蛮好看的啦。远处就听到超大声的声音。后来发现是3大炮，然后因为我们很想看表演，所以就买了。它真的会把糯米就是弹到那个糯米粉，像这样，试试看，糯米加黄豆粉加红糖水，结束。当做一个娱乐啦，就是也没有多好吃，但是蛮酷的。我们来到窄巷子，刚刚本来以为窄巷子稍微窄一点人会比较少，没有，相同的人放在更窄的地方，就是更挤而已。对，寸步难行啊。好了，宽窄巷子这边真的是太热闹了，就是只能被人流推着走，也没办法好好的逛一些什么东西。对，旁边的景巷子虽然不是最有名的，但是也很多人哦。然后它路边我觉得很酷，有一个掏耳朵的服务。我来之前朋友就跟我说，来成都一定要试试看掏耳朵。但这边就是在路边嘛，感觉比较可怕，因为毕竟掏耳朵就是被戳到就聋了，被戳到一个人就像那个贡丸一样被穿过去，所以改天再找机会好了。然后我们现在要去另外一个更悠闲的地方——人民公园。我们现在来到这个传说中成都最 chill 的公园，它好大哦，它让我有一种纽约就是中央公园的即视感，而且我眼前有缆车，这是缆车吗？缆车哎，去搭，我们去搭。哎，你不要这样了，我停在半空中了，你
那个正的好不好？你正的好不好？对，反的也可以，就不要这样停在半空中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是一直吵着要来玩吗？我那个，那我们换歌。不要把你音量开到最大，不要抖，不要抖，我会抖。哎，你不要抖，你真的正的，我说的是正的，不是我人在外面的。对对对，谢谢。哦，你人会在外面会吗？会。到了公园最核心的地方，老人下棋区。会想来人民公园走走，也是因为这里可以看到很老四川的生活方式。听说会有人在这边泡茶、下棋啊，或者是聊聊天之类的。我们已经收集到下棋了，他们真的很有 sense 哦，就是安静，然后一团一团的人，就也不会互相，也不会喊来喊去，是不是？对，就是真的很悠闲呢。到喝茶区了，真的有喝茶的地方就有掏耳朵哎，好想踹踹。在人民公园闲逛，真的是完全可以感受以前古人说的“少不入蜀”的意义，因为会觉得身心灵都放空了，就整个气氛很悠闲。然后，即使像现在是那种假期的时间，这个公园里面也不会像外面这么拥挤，然后这么多急促的行人。然后也可以看到很多本地人躺在那边嗑瓜子啊，然后喝茶，对，然后坐在旁边掏耳朵，真的是很悠闲啦。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来成都，一定要好好来这座公园走一走，感受一下这个城市最原始、最精神性那种放松的气氛。也逛了快1个多小时，在里面感觉时间很凝结。真的进入了另外一个放松的小空间的感觉。好可爱哦，在这里面有很多宝宝。好，那我们差不多可以去吃饭了，又要吃饭了。人生就是不停的吃饭。一个景点跟一次吃饭就交叠在一起。我觉得吃了2餐辣的下来，我接下来真的有点不想吃辣的了。但晚上好像还是辣的。成都应该没有什么不辣的食物。晚餐来到张烤鸭，为什么要来成都吃烤鸭呢？其实是因为它的烤鸭是蛮特色，它会把它泡在那个麻辣的油里面。然后他也有入选大众点评的必吃榜，所以就来成都朝圣看看。他刚睡醒，他刚刚回饭店睡觉。菜单很厚一本，然后长得很像那种杂志。第一页就是他们最主打的菜冒烤鸭。因为行程是别人规划的，我还就是很凶的问他说为什么我要来成都吃烤鸭。然后才发现，其实成都有它属于他们自己的烤鸭，就是，然后才发现成都有，快点，然后，我累。我们点的蟹黄豆花是点评很前面的菜，原本以为会跟上海的那种蟹粉豆腐是一样味道，结果吃进去第一口满满都是咸蛋黄味，吃进去第2口还是咸蛋黄味。蟹这个元素在我看来，只有它里面混了一点红色的那种蟹肉棒，其他就没有了。再来是豆汤娃娃菜，其实我不太知道豆汤是什么东西，但上来以后发现，就是我们吃豌杂面的时候那个煮到烂掉的豌豆，然后就把娃娃菜泡在里面。其实娃娃菜它本身的鲜味加上豌豆的那个香味，2个混合起来吃真的蛮好吃的，而且碰撞出意想不到的一种很提鲜的效果。冒烤鸭，听这个名字就感觉是辣到爆掉的东西，看照片也感觉是非常辣的东西，就送上来，完全不辣呢，不止不辣，连麻的味道都没有。它其实比较有点像是烤鸭，然后淋上那个鸭的那个卤汁，然后整个热腾腾的，香气非常的浓郁。这边的烤鸭吃起来味道，我觉得最主要的差异来自于香料的部分。它鸭肉的香气非常的浓，不像一般我们吃的，像是在台湾吃的烤鸭，或者上一次我们去吃北京的烤鸭，是鸭肉本身的质地味道比较浓郁一点，你吃到鸭肉的味道。这里更多的会是香料的味道，鸭肉占的角色比较多，是提供一个质感，然后香气是由香料来补足。然后它的鸭皮也不是那种烤到非常脆，一咬就裂掉的那一种。它的鸭皮是比较韧的，带一点弹性，吃起来的话，我觉得很棒，很喜欢，算是对鸭肉的一种新的眼界吧。以前从来没有吃过这种调味方式的鸭子。这个红糖糍粑的分量真的是夸张啊！上海大概是切成1/3的大小吧。这个糍粑外面炸得非常的酥脆，其实口感跟上海吃起来的那种有点像，但它里面更糯了一点点，所以咬起来更有弹性，会觉得更口腔更黏腻一点，其实蛮舒服的这种感觉。吃饱饱了，
超级饱。这一家虽然说在必吃榜上，然后也非常的有名，评价非常高，但是我觉得真正让我惊艳，我喜欢吃的项目只有那个烤鸭跟糍粑，其他都还好，普通。烤鸭我觉得它的调味比较特殊，算是开拓了这个吃鸭肉的境界，真的，但也不是我觉得我会很着迷的烤鸭。我是蛮喜欢的啦，我会想再吃第2份这样。好吧，我还好，就整个我后来没有吃太多，就是因为我觉得整体来说没有非常好吃，而且特别是那个蟹黄豆腐跟娃娃菜，其实吃久了很腻，所以我到最后就看连连吃了。所以推荐大家来点的话，就是点冒烤鸭，然后点糍粑。如果可以吃辣的话，它其实有蛮多那种就是泡在辣椒里面的牛蛙，或者是兔，或者是什么鱼头之类的，大家可以试试看。抱歉，没办法帮大家尝试，因为我们不吃辣。好，那我们今天影片就到这边啦。大家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订阅，然后还要按小铃铛，也可以到 Instagram 跟 Facebook 去跟我们即时互动哦。那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喽。下一次还是成都啦，没意外的话。拜拜。拜拜。